版的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这个灌落去，灌到这个膜差不多9分满。出炉了，里面还很 juicy 很饱满的，水分没哒哒一种哦，没哒哒哦，看起来像那个发糕，贵。你看妈妈，动作就溜利了。这个颜色是光的关系吗？颜色为什么看起来？这个是甜菜根。你几岁开始拉的2岁。2岁哦，你现在几岁了7岁。天哪！你一辈子都在拉这个哎，哇！你有没有看到下面整个拉起来后每一尾啊？我看有些都至少大概5、6斤，这根母羊会干掉。哇，手指2根，那才100多斤。我们常在讲啊，哇，如果有一个时期你能回到过去，改变那个时候发生的事，不要留下遗憾，你会怎么选择？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常这样讲？因为人生在世啊，真的很容易，就是各个阶段你难免会留下一些遗憾，留下一些不管是对人事物还是当下的情况，你会觉得啊，真可惜，哎，怎么那个时候不做，那个时候不吃？这一次我们来澎湖这边，就是我决定不要留下遗憾。哦，不要留白，我就是要吃好吃满，吃到爽，吃到饱，因为不吃你会遗憾呐。大家常说得不到的最美，身为恋爱达人，别误会，是身为美食界的恋爱达人。对于美食，我的标准就是走过路过都千万不能错过，别让自己留下遗憾。美食可是最能体会在地风情、民俗与文化深度的方式。这次来到澎湖，听说这里有许多别的地方吃不到的美食，我当然不能错过喽。先帮2个额温哦。34.8 ，OK。那帮你喷一下酒精哦。好，谢谢。我终于要亲手摸到麻公的花生酥，我以为我这个夏天要结束，再也没有办法来到澎湖。我跟你讲，我每次来澎湖，我一定会来麻公这边，因为它这边的就是不管花生酥啦、酱啦，所有的食物，我真的是太好吃了，太厉害，太壮观。但我知道啊，有些人可能不能马上就过来，或者是他时间不允许，但没关系。我想现在妈公他们这很多都是线上你可以直接订，可以直接买。好，你不能来这边，至少你可以吃到这个澎湖味。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找这个琉球桂，但琉球桂是什么呢？等一下再跟你讲。好，等一下我们请专业人士来解说。我先购物，等一下再说。不想踩雷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全澎湖第一家的观光工厂朝圣。超过半世纪的老店，有全澎湖必吃必买的伴手礼。不能来澎湖也别担心，上网订购也能满足你嘴馋的欲望。不过听说这里有一样来自冲绳的琉球桂，不吃会遗憾，吃了会上瘾。啊，袂等这一集，甲倒落去，甲煮落去。这个灌落去。灌到这个膜差不多9分满就可以了。9分满哦。9分满。哦，你看这，来，哦，乌龟的形状。对，这乌龟。乌龟的样子。这种有季节性的，就刚才每年元宵节才有在做这种。啊，其他时候都其他时候无这种。啊，一般是这种圆的是。啊，这种圆的是迄款迄落，是较早吼。日本时代迄阵就西有留着食，迄阵咧做人拜拜。哦，阿祖啦、阿嬷迄个时代在做拜拜咧用的，中元节才有
做大杯的拜拜。哦，哎，是安尼。就这个也都是特别的祭拜的时候才会用到。才会用到。那要这样子，我们从这个开始做好了。哇，好像巧克力酱。哎，对，哎，这样刚好。哎，脚啦、头啦，这个尾巴都有。好，我撒在9分满。9分满是？哎，对。好听听，我会不会洒出来？没，你现在是放了，它就关掉了。哦，这样可以吗？这一点点，这一点点。好 ，OK。哦，够了。好，那一下。好，一下，哇，就水。好。所以平常，我以为一般像这种乌龟的时候是，比方说人家什么祈求风调雨顺啊，在祭拜在用的。这个有季节性的。只有澎湖是元宵节。哎，对。哦哟，这个算特色了。啊，我猜是不是因为澎湖每年元宵都有多？对。那个拔龟，哎，在求起，哎，今年求起几株，明年要还几株，哎，是这样子。是这样的。这个有点像是我们一般咧拔螺柱嘛。螺柱对，就是那个意思。这个只有等于算是澎湖在地特色了。对，就是你拔到那个龟，你等于像是你拔到卤煮的那种概念。对。哦，这个所以他们元宵节，它这个是用这个乌龟来代替，也是一个祈求好运的意思。好，来，阿姨那边用完了。做嘢，要加落去。好，爱加偌多？加到差不多2斤重。2斤重哦。你跟我讲停，我就停了。好。哦，好香哦。我跟你讲，光这样子，刚才其实在打这个酱的时候，我就在旁边闻，就已经很香了。这是全部都是黑糖。这些客制化的琉球粿可是有季节限定的，因为琉球粿的制作过程必须发酵，在澎湖又被称为发糕。而琉球粿还是一个可以带来幸运的美食，因为早期澎湖人的祖先深信，只要在祭拜庆典将琉球粿作为祭品，就可以为自己带来好运与财富。我出炉了，小心烫。哦，好香哦！一打开那个味道就冲过来了。哎呦，可以哦。一靠近，整个味道更是香浓哎，不得了。黑糖的香味好香。哦。刚才是圆的。你们做的大的圆的。当然里面还很精细、很饱满的。很饱满。水分没搭那种哦，没搭哦。哦，看起来像那个发糕、发粿。对，发粿对。哦，你看这横切面，很漂亮。这个就日本时代，这日本师傅，他们这个技术留在台湾，他们以前的师傅在台湾做啊。哦，你说以前在日据时代的时候，他们那个日本人留在这边。对。他教，所以叫琉球粿是不是？对，应该是叫琉球粿。但是他们回去的时候，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糕饼业，尤其是我们澎湖，我们就把它改成黑糖糕。等于是当初日本人留在澎湖，教澎湖这边怎么做这个，然后澎湖再自己把它改良，发扬光大。对。看一下哦，完整刚吹好的，好修，很修。你看这个，我刚才讲这很切面，是很漂亮，而且它刚出炉还比较蓬啊，很 Q 弹呢。而且你知道他妈公的那个黑糖糕啊，你这 Q 的，足 Q 的，袂讲烂，袂讲袂凉水气，还佫袂收甜，就好吃。我要吃这刚出炉的，好香啊！因为你要知道，黑糖糕这，爸爸你们这黑糖糕都回去只放1天2天嘛？赏味期是3天而已，最多3天，因为它没有放任何防腐剂啊，其他添加。没有添加。我上次来也是看你们每天都现做啊。对，每天都现做。现在是疫情关系有限量，是不是？限量，对，目前限量。
有说限量多少吗？看客人来多少，就只做多少。卖完晚来的就没了。卖完就没了。我跟你讲，现在真的就是因为疫情啊，所以他这个不能放，不浪费食物，所以他们都是做限量，等于是用抢的，真的是用抢的。我们刚才看到外面客人来就是直接拿黑糖糕，还问还有没有，剩下就是线上可以订嘛？对，网络线上还可以订。你只能线上，不然就要来现场抢哦。这么热腾腾的，你只能来现场抢，每天现做。刚出炉只有我吃得到。原来日据时期，澎湖曾经进驻了许多琉球人与日本糕饼店，黑糖糕就是由冲绳的琉球柜加以改良而来。当初日本师傅留下来的好手艺，变成了来澎湖必吃的甜点。洪爸爸说，黑糖糕要软嫩好吃，每一个制作环节都不能马虎。高龄76岁的他，数十年来如一日，坚持真材实料，天然无添加，一口咬下去，香嫩可口，相当扎实啊！果然是不吃会遗憾的美食啊！吃完甜的，接下来想吃另一道在地美食，就必须出海抓！这样放上去马上就拉起来了。对啊，水坑水拉水。哦。我以为还要两包就帮他卖。哦。这个我以为是放上去以后要放置一段时间，没有水又起来，所以用帮他来拍。他刚才弟弟有讲的就是放网大概5分钟，收网大概10几20分钟，起来就知道有没有渔获，然后都会集中在现在渔工们站的这个位置，然后人再去把它收集起来，然后放到前面看前面要看啊，然后再去推看，可以去推吗？哦。好重，然后就平均的从这边移过来，然后再推回去，它就不会全部那个挤在一坨。你可以看到网子现在整面有没有？网子都已经几乎收到快底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等一下马上可以知道这一网里面到底有没有或有多少。好兴奋，一生必吃。收完了，有吗？有一点点。因为看得到，我晚一点会更多。大概几点通常会比较多？要看潮汐。要看潮汐了。今天呢？今天这个潮汐预估，我要远到1天的话，退的时候比较容易收的，还是不一定。都不一定。好，现在可以看到它底部还是有一些，它先把一些其他的。抓到不要的什么河豚啊、螃蟹啦，什么不要的垃圾什么，他们都先捡下。这个会要吗？这个不会，因为有沙。这个而且一点点而已就不要了。好，就也不会浪费，不要的赶快趁活就是倒回去。然后再继续下网。其实即使现在就算是他们的最好抓的正丢席的时候，也不好抓。而且下面他们说，你看说渔船都在这边绕，其实基本上这个下面全部都是很大量在这边。可是你下的网只要不对，抓不到就抓不到。澎湖丁香主要来自于赤坎村海域。每年的5到10月是澎湖丁香鱼盛产的季节。船长说，好的时候一晚能抓上1000公斤。技术层面我帮不上忙，只好帮忙求神拜佛，期待今天能有好收获啊！你看他们又下一网，而且勾那个速度很快。这几艘拢嘛是到顶拢是出来俩，拢共款的，拢一并直下看，等下看。这样子几艘？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
8招，今天只有8招出来了，只有8招而已。你是说是砍菜？现在起码怎么少？剩8招？对，剩8招。一条啊，那嘛就以前比较多，以前老一辈的他们比较多。哇，对，大概2、8加1场。啊，那也纯背烧啊，这就是成本太高是？我谈人事成本管哪有啦？啊，因为技术这种成本管理很少嘛。所以较早也是好进口的，继续做管的。因为这种进口的有哦，变做咱家的拍到，哦，无人买你啊。碳棚嘛，对吧？里面也是一点啊，目前看到一点点。哦，不是白带了。哇妈，动作就溜利啊！这个颜色是光的关系吗？颜色为什么看起来？这个是甜菜根。哦，还加甜菜根哦。对。你几岁开始拉的2岁。2岁哦，你现在几岁了？7岁。天哪，你一辈子都在拉这个哎！网络版的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哦，不是白带了。好，这一个味道没有。这我可以想吗？白带这拿看。哦，好。这一笼也等于是没有，因为等一下就马上要倒回去了。30多年前，丁香鱼产量丰富，捕捉丁香是强棍啊！全盛时期，白沙乡、赤坎、鸟屿、吉贝、原贝等各地渔港挤满上百艘丁香鱼渔船，每艘船平均收获上千公斤。但也因为经济价值高、过度捕捞，加上气候暖化、海洋生态的改变，使得丁香的产量越来越少。目前，为了澎湖野生丁香鱼的永续利用，每年会有1个月的禁渔期。如今市面上流通的丁香鱼大部分仰赖东南亚进口，在新鲜度上当然差澎湖出产的一大截。很紧张哎，真的很紧张。现在什么都还没看到。要等到最底了。当然，如果是大丰收的话，一网起来，可能他们甚至连拖都不会拖上来，就连着网，然后渔船直接进港再卸货。差不多快到底了。这也是几乎没有一些小鱼，这等下也是看一看，就没鱼就回去了。你知道，就算现在是季节正丢席的时候，其实都不是那么好抓。但就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我们的目标。那接下来因为他们的作业时间跟我们拍摄的关系，就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陪伴着他们。希望他们等一下晚一点，就是我们下船后，他们还能够继续大丰收。但很可惜，但真的可以看到他们讨海人，就是每天这样子出海的那个辛苦啦。哦，我们还是会想办法让你吃到、看到这个一生必吃的。但你以后记得，就吃的时候一定要吃干净哦，不要浪费，要粒粒皆辛苦。可惜今天的我不够好运，无法拍摄到丁香鱼捕捞上来的震撼画面。不过为了吃，我当然不会轻易放弃，毕竟这可是不吃会终身遗憾的美食。隔天一早，我打听到澎湖鸟屿有一位丁香鱼达人，据说要吃到最特别的丁香鱼料理，找他准没错。好，妈妈，你教我教，不要那跑。你用迄头哦，你用迄头，伊叫你迄头，我用迄头，安尼像安尼，安尼一道，安尼散掉啊，带咪几堆啊。
安听我，嘿，对，好棒好棒。真的假的？很棒吗？但你迄下都无赔。为什么我觉得？但你迄下都无赔哈。哎，因为它丁香煮过以后，其实很容易就，很快很容易就烂掉呢。我就是说你功夫无好，你啊，我一屁都袂烂掉，我等你都无赔，你听无？无赔嘛，袂安怎啊？对象也不好看的。啊，你撒。我撒。哎，这一下子给它撒下去。撒到一本都能撒到一本180。哦，那边是妈妈之前已经。你撒到这本。啊，那爬偌久？跑4点钟。4点钟就好。啊，真紧呢。哦，那安尼你就一透早啊存入来，你若甲收个早清，早清就拍，半工就时间。差不多1点半。1点半。所以他今天收成没有那么好啦，鱼货没有那么多，是安怎？有虾米？已经秋天到了，进入秋天的丁香也是比较少。那这样讲，哇，好香哦，很甜呢。啊，不然本来我们这边的是近海的，马上晒，它那个鲜这边的。甜。啊，这一般人买回去，我知影，我拍打买回去就煮汤嘛，还是炒甲豆干炒的。啊，这边用安怎食？我拢清肠啊，清菜脯啊。这包位食无？食无？免落油哦。清啥？你讲清菜脯、肠啊、菜脯。你若不干这个肠啊不切切啊。对。啊，这里它平时就安尼，这个怎么样？妈妈，你敢会使种互我食？我无食过呢。好。被我啊，妈妈。可以的。妈妈 ，love you。耶，是妈妈做的哦。在鸟语说到晒丁香，没人不知道石大姐。石大姐一生没离开过鸟语，她从6、7岁开始就带着妹妹帮忙家里晒丁香鱼、整理鱼货。晒鱼竿的手艺是从父亲那传承下来，这个工作与手艺在石家已经有70年的历史。石大姐常说，晒鱼竿是她唯一会做的工作。她也是靠丁香鱼养大4个子女。当然，丁香怎么煮最对味，石大姐是最清楚不过了。哇，好香哦！其实盖子刚才打开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那个甜甜的香味，我等一下讲。我无落盐巴啦，因为我落1点仔豆油。1点仔豆油尔，糖加盐拢无。无，我无落啥。完全就菜脯的香味，然后哇，好香哦！这好下饭的感觉。古早味的啦。嘿，这古早味的，拢无变哦。自细汉食到即马。即马敢有人在食这？有啦，阮若买，大家拢来甲阮买他100块，称一顿较轻啦。因为今天吃完了，明天还有，所以他不要买那么多，但是每天买。哇，真的甜啊！这边，啊，你看啊，都没有味料啊，没有，完全没有。味素嘛无。啊，落椒豆油尔。嘿，1点仔豆油。这较早若是人客来嘛是。对啦。啊，较简单，啊，不过一般人唔知通食这啦，落食了到食就知影啦，落食就知影，啊，无伊甜醋无咧做这啦。但是这别位嘛食无这。有啊，一般种大家你讲买电影的时阵，我就是讲介煮啊，你看卖啊嘛是好食。哦，你嘛会甲人较简单啦。介绍这传统的食法。它都2分钟。看盖子，它2分钟就好啊，免讲像迄鱼啊，我等就久了。这个一生必吃哦，这个还不只是澎湖味哦，这是澎湖的鸟语。澎湖鸟语传统味哦，八味加波味，哦，有够简单，但却不知道有这样吃法。对啊。好的食材不需要多余的调味，用最简单的烹调方式，最新鲜的海味，佐上满满的澎湖人情味，就是一道不能不尝的澎湖美食。而澎湖的传统味还没结束嘞，听说澎湖有位世界仅存的手工面线达人，他的手工面线号称地表最强。听说，哦，就是大哥这边就是号称全世界唯一手工面线了。我们算活化石，
哇哦，很厉害呢，拐个弯这样子称赞。为什么现在做手工的听过还是很多啊？为什么叫全世界？你看日本啊，什么还是很多啊。对，但是因为我们是从和面到这种拉面线，都是全制成都是手做，所以中间比方和面啊，或者是延伸啊，都是手做这样。我等下给你讲几个这种我们制面线的这种重点。重点来，你都会晓做啊。因为制面现在就是从和面嘛，对，敲手包的，溜，计甲，枪，对，开，啊有，差不多这几个步骤，7个，大概大减讲起来，经起来，8个，就是大的8大步骤。幽默风趣的才哥是澎湖的返乡工作者，回到家乡，他凭着记忆中阿公做面线的身影与手法，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才找回这项传统手艺。至今仍是坚持每个环节纯手工制作，使用最天然的食材，将 Q 弹的面线口感持续传承发展下去。哇，你看妈妈动作就流利啊呗，这步是叫啥？枪，就是把它那个已经轮后啊，然后弄细以后，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面其实已经到很细喽，然后再把它这个等一下后面要再拉嘛，对，不被给它又长嘛，对。这个颜色是光的关系吗？颜色为什么看起来？这个是甜菜根。哦，还加甜菜根哦。对。妈妈，你做这做几档啊？我最汉的，在做。准细汉，啊你即摆几岁？我7个。哦。我上少嘛50几年。歹势。啊，我已经无在做。即摆无在做。你做在这时候。下工3点要起床。很讨厌哦。素贞阿姨从小就跟着家里做面线，每根面线在她的手上好像在空气中舞动一般，利落的姿态是一甲子光阴训练出来的成果。她说，人的手有温度，可以引领出面线发酵的美味。手工的面线，手感的味道，这不是机器所能取代的。或许就是这份的坚持，才能制作出地表最强的面线。你真的会吗？好，我们这个美女总裁、小总裁来教我。现在要拉面嘛，这一个工序叫什么？你要怎么讲？开，好，开，报纸通杀，往后，然后到定点之后再由上往下甩，再往前，然后呢，再往后，先往后，要拉多直？要拉很直吗？有一点弧度，有一点弧度，所以不要拉到全直，然后再甩，往前，这样要重复几次？3次，要3次哦。好哦，你看这个面，它的弹性韧性有多好，整个这样子，这个杆子这样挂在上面都不会断掉。好，先往后站，对不对？然后甩，然后再往后拉，往前，先往后。往前，再往前，然后再往后甩。现在换我们这个8代目啊，中裁真正的总裁来教我们哦。听说他经验丰富，来有请总裁。总裁，你真的会拉吗？你拉给我看。你几岁开始拉的？2岁。2岁哦。你现在几岁了？7岁。天哪！你一辈子都在拉这个哎。你拉了一辈子，你示范我看怎么拉。好，先往后到定点的时候再甩的时候3边往后。然后呢？不要一直在这边，不然面线会断干，然后再慢慢的往前。再慢慢往前。再往后。再往后。再往前。然后还要再往后。然后呢3次。它这个面线。其实甩起来很有力耶。好，那你把它挂上去。
哇！你看，我们总裁一生一世，一世人的功夫就这样传承给我了。哇，好大，好粗，好会钻！你有没有看到？下面整个拉起来后，每一尾啊，我看有些都至少大概5、6斤了。这敢有人会夹到？有啊，我晚刚进前就夹掉，手指2根，我们差个100多寸。网络版的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往后都脚都甩起来，再甩哦，哎，它这个面线其实甩起来很有力耶。好，那你把它挂上去。哇！你看，我们总裁一生一世，一世人的功夫就这样传承给我了。或许是耳濡目染，看2位小师傅的架势十足，可是一点都不输给大人。看来才哥不用担心后继无人啦。才哥很自信地表示，自己坚持最传统的手工技艺，配合澎湖在地海菜、墨鱼汁与小农种植的农作物揉入面团中，才能开发出市场上罕见的5星面线，让消费者吃到最天然美味的食材。好，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才哥他们这边家的手工面线有5种，目前都是5种嘛，这5种，原味的，原味的白色的，然后黑色的是墨鱼，然后这个黄黄的是红萝卜，那这个带点绿绿的这样子，对，是那个海菜啊，所以海菜把它打成汁然后揉进去，对，那这个呢？甜菜根哦，带点黑，带点红，就是因为它加的都是纯天然，没有加色素，对，所以颜色根本不用那么鲜艳哦。直接吃，味道还是最重要的。是，先吃原味的好不好？我们先吃原味。而且你看这种手工面线，它其实煮到后面，它一定就会这样子。没有汤水的话，它会 Q 在，它会整个一团在一起。但它一团在一起哦，你不是看不到面线条，你还是一条一条的，一丝一丝的。你看得出来，只是它会糊在一起，但是正常的。对，你吃吃看。好，直接吃。小口一点。哇，糊在一起，但是吃起来不会觉得是一坨。对，它一咬开以后啊，它那个一丝一丝的那个面啊，面线的那个一丝一丝的口感在嘴巴里面非常明显。有在跳动。还是对，是弹开的。你咬断它真的是弹开的，不会像有些面啊或者什么。机器做的，它那个就是糊成一坨，就是一坨，一坨就是一坨，对，不会有那种口感，你就好像在搅一坨不知道什么东西面团而已。内行人，我们现在澎湖世界第一等纯手工面线，再拌上这个发工的这个酱，配手酱。哦，对，内行人，这个这样拌，把它咬多一点。我很喜欢吃它这个酱，真的很香。要配我们的面线。对。就这样，整个这样 Q 你要吃比较不一样，就是吃墨鱼汁跟原味的做一些对比。是，但是墨鱼汁是荤的嘛。对。如果你要吃素食的话，可能就是甜菜根啊。它因为我们加了一些风味，就是农特产品进去，它的那个口感会有差异。那个面线啊，到现在这样子拌好以后，在你嘴巴里面真的在嘴巴跳舞。然后又不咸是鲜，你这辈子一定要来这边吃一次，这个太厉害了。随着科技的进步，机械面线因为产量大、价格便宜，渐渐取代了传统面线的地位。但是才哥却始终坚持母亲的教训，只制作纯手工面线，用双手的温度让面粉发酵出美好香味。难怪才哥可以被称为世界仅存唯一的手工面线达人。接下来我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一位全澎湖最厉害的养殖专家。这一趴其实我们要拍的是台湾的奇人异事，因为这位受访者太厉害了，只要人家养不活的，人家不要抖了，赔我一，
伊拢有摘掉甲饲后花，饲后大汉，饲后棒棒，你怎么都是别人的，都只有你有？你是去钓的还是？没有，那个是没等啦。孵孵化的。化的。你又是给人家养殖成功？对啊。你哪呢啦？等一下刚好要去收成啊。你要去收成了？对，我就带你去看。哎，好啊好啊，我就想说这次来看一看。我跟你讲哦，这个全台唯一，而且现在好像还没有上市，还没上市。哎呀，还没上市。你想吃都还吃不到啊！没关系，等一下我帮你看，我帮你吃，我把你杠点起来。从事养殖业已经30多年的陈老板，这次又有了新的突破。据说他将一尾来自深海100米的海水鱼顺利的繁殖成功，而且凭借着我跟他的老交情，今天可是独家让我们曝光。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在介绍这来自深海的神秘生物之前，我们要先去捕捞中午的午餐。哇，好大，好粗，好会钻！你有没有看到？下面整个拉起来后，每一尾啊，我看有些都至少大概5、6斤了。好啊，真正的大公开了。我跟你讲，我现在这样远看，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你看它远看像不像那个热带鱼？全台首吃哈，第一个人吃到这个，算是我啦。多少？要数赞。网络版的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你有没有看到？下面整个拉起来后，每一尾啊，我看有些都至少大概5、6斤了。那个粗度，你看这一尾，好漂亮哦！你看这一尾。哦，你看，我没有办法抱起来给你看哈，但你看它的嘴巴，很漂亮。你可以看它那个牙齿啊，它其实现在眼睛都盯着我们看，对，它就是呈现你只要过去就攻击你的状态，牙齿很尖锐。这些干母狼会嘎掉，有啊，我们刚进去就嘎掉，嘎掉对，手指2根，我们差了100多寸。就要咬一整同100多针，对，整个都2只手指都快烂，肉都快烂掉。哇，哦，因为它啊，因为咬住的时候我们手会对，让你自然反应就整个哇，也是要你哪会起这？有年来无头条一东西直接起这啊？对啊，我给你这个计划，因为这个冬天蛮多人吃。哦，所以又是就是想玩玩看，然后想养在这边也是想玩玩看，对，全部都吃就对。对，啊，你有几窟在养？我刚才不是要7窟呢？哦，这几窟呢？对，啊，几窟也在起玩，哦对。你不给他3成尾，3成尾，哦，嘛不哩啊济咯，对啊，就7块嘛。啊，今晚也在收啊，差不多。跑起来袂歹呢，差不多能收啊。对，很厉害哎。这个恰北北的生物就是澎湖野生前鳗，在地人靠潮汐捕捉。别看它外表布满黑色圆点，生性凶猛，活动力强。它可是一道来澎湖绝对不能错过的美食。但是要补身体，才艺道怎么够？神秘的深海生物当然也不能错过喽。好啊，真正的大公开了。这叫啥？这个名字叫什么？它叫黄鳍石斑。黄瓜石斑，黄瓜石斑呐，对，所以有人叫黄瓜嘛，对，黄瓜，对。我跟你讲，我现在这样远看，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你光这样现在这样远看，我先撒一点把它引过来。哦，你看它远看像不像那个热带鱼？它真的是黄鳍，它整个背的鳍全部都黄色到尾巴到尾鳍这边。哦，远看很像什么？像那个剥皮鱼。那种热带珊瑚礁里面的剥皮鱼，哦，它这个也算石斑哦，但是看起来都黄啊，对，斑类的一种。它哪一家睡觉？它也多啊，这个是小苗，这小苗啊？对，这是小苗，对。我们现在最多的是黄瓜，对。但是那个这边就是不是只有世界唯一，它世界为3，不讲是全台为3，黄瓜、红瓜、蓝瓜，哦，就是黄旗、红旗、蓝旗。大哥这边拢有啦。这边
除了我刚才听讲，除了台湾以外，你嘛日本、大陆还是东南亚，都没有听过人家有在养，可以养这个养成功，对不对？除非野生的。对，除非野生。世界第一定，我投的世界第一定，不是阮咧操蛋。先摇起来给你们看，成的，哦，大只的，我尽量选个大一点的，颜色不一样的，有黄有蓝。但你看它有些长大了以后，它的那个皮肤斑点有些很明显，有些还是不是很明显。好，哇，捞一尾蓝，一尾黄给你们看哦。来，谢谢。这其实是陈老板刚才捞到，我接手而已。哇，你可以看到这个，哦，色泽就很明显差很多。好，拿起来。哦，很明显，这个是蓝瓜，这个是黄瓜。哦，蓝瓜的这个斑点，大家的鳍都还是黄色的。它慢慢会退掉。这是为什么它拍鳍？这因为它说深水100-200公尺的鱼哈，你熊把它抓来养在5-6公尺的地方，哦，它可能有一点问题。网络版的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因为它说深水100-200公尺的鱼哈，你熊把它抓来养在5-6公尺的地方，哦，它可能有一点问题，受不了，因为不是它住的地方嘛。对，渗透压就不一样嘛，它的压力都不一样，水压不一样，所以你慢慢又不知道该改选，你就会回来，会当适应咱这边潜水的地方养殖。啊，天气跟水温呢，你应该就惊寒啊，那马尔地夫来。对，很奇怪。因为一的清水1-200米啊，对啊，所以它水温都很低啊。哦，对，本来就是低温的。对的啊，所以来讲我们冬天很好养，夏天不是那么好养。老板说，澎湖天然环境优越，加上海水纯净无污染，才能顺利让这尾深海鱼适应新环境。很多人想出高价来独家贩售，都被他婉拒，因为老板坚持好的鱼就是要人人吃得到，这样才能永续经营。说到这，补身底的时间也到了，那我就当仁不让，先替各位饕客们鉴定一下，来自马尔地夫的石斑鱼到底有多好吃。全台首吃哈，第一个人吃到这个算是我啦，这个黄瓜、蓝瓜，这个是生鱼片。对，我们先从生鱼片，哦，你看它这把就高哎，哇，这叫高，切这么厚，哇，这个，哦，就 Q 味，有没有什么腥味？没有，还真没有，它肉只是厚的，然后有一个脆度在。对。好甜哦，这个越咬越甜呢。这一块是鱼腹的位置，辣不辣？哦，这个真的好好吃。没想到石斑鱼做这种石斑做生鱼片这么好吃，这么清甜。好，来这个清蒸，看它看很久。我一样，我跟你讲，我就是要吃鱼肚的位置。多久？要去蘸，我这你看，然后整个嘴唇都快被黏住了。肉质也是厚，但它就是要怎么讲？你吃得到它的纤维，但又不会是那种干的，完全不是干的。然后油脂哦，重点是它那油脂也一点那个臭味都没有，对，不像养殖完全没有。这个现在市场都还没开嘛？还没有。有人在跟黄老板洽谈中，敬请期待，只能说敬请期待。哎，这个没有人养殖成功呢，对不对？对。这一个
我吃过很多鳗啊，这个澎湖的这个人家什么前鳗，对，这好像也是黑点前鳗，哦，这好像我也是第一次吃。啊，好清爽哦，很清爽。它这是清炖的呢，它不是用药炖呢，没有，只有姜丝汤而已。完全没臭，讲到我身，嘿，一点那个腥臭味都没有。澎湖的美食不仅在舌尖上惊为天人，更能真实呈现在地的风俗民情。独树一格的特色美食，除了展现出优越的海洋环境，更充满着在地人对传统的坚持与传承。每一道料理都蕴含着浓浓的人情与不同的文化风情。这里是一个美好又有深度的城市，我随时乐意为了这里的美食再次造访。